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是我服务过的一位来自江西的姑娘小雨。她的经历很特别，也很能说明两岸婚恋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和误解。相信听完这个故事，会让大家对台湾和大陆的婚恋差异有更深的理解。小雨出生在江西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都是普通工厂工人。她从小学习就很刻苦，终于考上了上海的一所还不错的大学，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。毕业后，她在上海一家旅行社工作，负责台湾地区的旅游团接待。丽姐，我这辈子都没想过会嫁到台湾去，更别说是台东那种我原以为很偏远的地方。小雨坐在我面前，端着茶杯的手指节微微泛白。小雨的前半生并不顺遂。大学毕业后，她和男友交往了5年，眼看就要步入婚姻殿堂，却发现对方在外面早已有了小三。这场感情变故让她几乎崩溃，辞掉了工作，回到老家休养了半年。那段时间，我真的觉得自己被生活重重地打了一巴掌。不仅爱情破灭，连带着职业规划也全部打乱了。小雨说这话时，眼里闪着泪光。家人心疼她，却也急着想让她重新振作起来。亲戚朋友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，一次次相亲失败后，她决定回上海重新开始。恰好朋友介绍了一个台湾旅行社的工作机会，负责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接待工作，需要常驻台湾。当时我就想，换个环境也好，正好远离那些不愉快的回忆。小雨告诉我，她几乎是抱着逃避的心态去了台湾，没想到这一去竟然改变了她的一生。2019年初，小雨来到台北开始了新工作。刚开始的日子并不容易，语言虽然相通，但用词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还是让她感到有些不适应。台湾人说话都喜欢加辣呢哦，刚开始我还不太习惯，听起来感觉怪怪的。小雨笑着说，而且他们超爱用好吃到爆、超级无敌棒这种夸张的形容词，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在作秀呢。小雨在台北工作了半年后，公司安排她去台东协助接待一个特殊的旅游团。那是一个由大学教授组织的文化考察团，要去台东参观当地的原住民文化。就是在这次工作中，她遇见了后来的丈夫阿杰。阿杰是台东人，在台北一所大学教授历史，这次是被朋友邀请回家乡做向导。他比小雨大7岁，已经35岁，家境不错，但为人低调。第一次见面时，穿着极其普通的 T 恤和牛仔裤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起来就是个标准的学者模样。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，这人怎么这么抠啊？小雨回忆道，一个大学教授穿着打扮跟我们大陆的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。他的手表看起来也很便宜，就是那种几百块的运动表。我心想，台湾人果然很节俭啊。小雨和阿杰的相遇充满了戏剧性。那天，旅游团在参观完原住民部落后，准备返回住宿点，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小雨清点人数时，发现少了2位老教授，正急得团团转。阿杰主动提出和他一起去找人。那场雨下得特别大，我们2个人冒雨去找人，全身都湿透了。小雨说，找到那2位老教授后，阿杰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其中一位老先生披上，自己只穿着一件单薄的 T 恤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男人其实很有担当。这次意外让2人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。阿杰虽然是台东人，但在台北生活工作多年，对小雨的处境感同身受。他主动提出帮助小雨更好地融入台湾生活，教她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小窍门。他真的很贴心，知道我一个人在台湾没什么朋友，就经常约我出去玩，带我去一些当地人才知道的地方。小雨回忆道，他不像那种花言巧语的男人，说话做事都很实在，我慢慢就对他有了好感。随着交往的深入，2人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，但文化差异和两岸认知的不同也逐渐显现出来。有一次，我和阿杰聊到收入问题，我随口问了一句他每个月的工资。小雨说，在大陆，这种问题很正常，但他却显得很尴尬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台湾人不习惯直接谈论收入，认为这是很私人的事情。更让小雨困惑的是阿杰的消费观。他开的是一辆10多年的老车，穿的衣服也很朴素，平时吃饭也多选择平价的餐厅。
但偶尔又会毫不犹豫地花大价钱买一些他看来并不实用的东西。有一次，他花了将近2万元新台币买了一把日本名厨的菜刀，我当时真的惊呆了。小雨说，在我看来，菜刀就是用来切菜的工具，有什么好花这么多钱的？但他却很珍视这把刀，说这是一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。这些认知差异让小雨开始怀疑两人是否真的适合在一起。他担心阿杰只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和他交往，而不是认真考虑未来，毕竟在台湾，陆配常常被贴上为了台湾身份或为了钱财的标签。我知道在台湾，很多人对大陆女生有偏见，认为我们都是冲着台湾的生活条件来的。小雨无奈地说，但其实我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不差。我喜欢阿杰是因为他这个人，而不是因为他是台湾人。感情进展到第3个月，阿杰向小雨表白了。他说他喜欢小雨的独立、勇敢和善良，希望能和他发展更进一步的关系。小雨被他的真诚打动，答应了交往的请求。然而，当两人决定将这个消息告诉各自的父母时，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。小雨的父母第一反应是强烈反对，你疯了吗？嫁到台湾去，那么远，以后我们见面多难啊！小雨的妈妈几乎是哭着对她说，在小雨父母的观念里，台湾虽然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但毕竟隔着一片海峡，文化和生活习惯也有差异，他们担心女儿会不适应，更担心女儿会被欺负。我爸妈那一代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早以前，觉得台湾整体经济水平不如大陆1线城市，担心我会吃苦。小雨说，他们还担心台湾人会歧视大陆人，害怕我嫁过去会受委屈。而阿杰的父母得知儿子要和一个大陆姑娘交往时，反应甚至比小雨父母更激烈。阿杰告诉我，他妈妈直接说你是不是被骗了，他爸爸则担心我是冲着台湾身份来的。小雨苦笑着说，最让我伤心的是，有一次阿杰的妈妈直接问他，我是不是之前在大陆做过特殊行业的工作，才会想嫁到台湾来？这种偏见真的让人很受伤。双方父母的反对给两人的感情蒙上了一层阴影。阿杰甚至被家人要求带小雨去做财产公证，明确婚前财产，以防日后发生纠纷。当时我真的很生气，觉得自己被侮辱了。小雨回忆道，我在上海工作得好好的，虽然不算富裕，但也有自己的积蓄和事业，凭什么要被当成是冲着钱来的？这段时间，小雨和阿杰经常因为家人的反对而争吵，他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这段感情，回到大陆重新开始。但阿杰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耐心和理解。他告诉我，他理解我的委屈，也愿意给我时间考虑。小雨说，他说如果我真的觉得这段感情太艰难，他尊重我的决定，但他希望我能再给彼此一次机会，去了解真实的对方，而不是被偏见和刻板印象所左右。阿杰的真诚打动了小雨，他决定暂时搁置回大陆的计划，继续这段感情，看看是否能够克服种种困难。交往半年后，阿杰邀请小雨回台东老家过中秋节，见见他的父母。小雨忐忑不安，但还是答应了。去之前，我做了很多准备，买了很多礼物，还特意学了一些台湾的礼仪和习俗，生怕给阿杰丢脸。小雨说，然而当他看到阿杰家的房子时，心里却升起了一丝失望。那是一栋看起来有些年头的3层老房子，外墙的漆已经有些剥落，院子里种着一些蔬菜和水果，看起来很朴素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心里确实有点落差。小雨坦言，在大陆，如果家里条件好的人，房子装修都很讲究，家具电器也都是新的。但阿杰家的家具都很旧，电视机还是老式的大头电视，冰箱也是很老的型号。我当时真的以为他家境很一般，甚至有点拮据。更让小雨困惑的是，阿杰的父母见到他时的态度也很冷淡。阿杰的母亲勉强和他打了招呼，然后就一直在厨房忙活，很少和他说话。阿杰的父亲则一直沉默寡言，看起来不太高兴。那顿饭吃得我很煎熬，感觉自己像个入侵者。小雨说，饭桌上几乎没人说话，气氛特别尴尬。饭菜也很简单，就是几个家常菜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菜式。我当时以为这就是他们平时的生活水平，心里更加确定他们家条件不好，而且他们肯定是因为我是大陆人，所以不待见我。
这次见面后，小雨的心情跌到了谷底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够融入阿杰的家庭，是否真的适合和他在一起。但他没有把这些想法告诉阿杰，只是默默地在心里消化这些不安和失落。返回台北后，小雨的工作越来越忙，和阿杰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两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增多，大多数都源于文化差异和对未来的规划。他想留在台湾发展，而我则希望能够回大陆，至少离家人近一些。小雨说，我们对于婚后的生活方式、子女教育等问题也有很多分歧。最关键的是，我总觉得他对我有所隐瞒，不够真诚。就在两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时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改变了一切。阿杰的父亲突发脑溢血，情况危急。阿杰匆忙赶回台东，小雨犹豫再三，最终决定陪他一起回去。我想，不管怎样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应该陪在他身边。小雨说，即使我们之间有再多问题，这种时候也应该放在一边。小雨的这个决定，无意中揭开了他对阿杰家庭的诸多误解，也让他看到了台湾与大陆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真正的差异。阿杰的父亲被送进了台东最好的私立医院，小雨陪着阿杰在医院里度过了几天。让他意外的是，医院里的护士和医生似乎都认识阿杰一家，对他们格外热情和尊敬。就算是私立医院的特护病房，也不至于服务这么周到吧？小雨心里嘀咕着。更让他困惑的是，每天都有人来医院探望阿杰的父亲，有当地的渔民、农民，也有穿着光鲜的商人和政府官员。他们都对阿杰一家表示关切，还带来了各种补品和礼物。阿杰，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啊？怎么这么多人来看他？小雨终于忍不住问道。阿杰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我爸以前是台东县的副县长，后来退休了，现在主要做一些慈善工作，在当地还挺有威望的。小雨惊呆了，副县长，这可是相当于大陆的副市长级别的干部啊！怎么住的房子那么朴素，生活也那么简朴？几天后，阿杰的父亲病情稳定，可以回家休养了。阿杰的母亲决定在家里办一桌饭菜，感谢这段时间帮助照顾的亲友们。小雨以为会是简单的家常便饭，但当他跟着阿杰回到家中，眼前的场景却让他彻底傻眼了。院子里摆了3大桌，桌上全是当地最新鲜的海鲜，大龙虾、鲍鱼、红蟹、石斑鱼，应有尽有。阿杰的母亲换了一身得体的旗袍，正在客气地招呼客人。家里的装饰也焕然一新，墙上挂着名家字画，角落里还放着一个看起来价值不菲的古董花瓶。这是你家？小雨结结巴巴地问阿杰。阿杰点点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对呀，怎么了？那上次我来怎么完全不是这个样子？小雨困惑不已。阿杰这才恍然大悟，啊，你说那次啊？因为当时我们刚在装修新房子，所以全家暂时搬到乡下的老房子住了。我爸妈平时也喜欢简朴一点，不喜欢张扬。那天接待你，他们也是故意简单一点，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，而不是冲着家里的条件来的。小雨这才明白自己完全误会了阿杰一家的经济状况。原来他们不是节俭，而是有意低调，不是贫穷，而是朴素的生活态度。我真是被骗惨了。小雨哭笑不得，我以为你家很节俭，甚至怀疑你们看不起我，原来是在考验我啊。晚宴上，阿杰的母亲主动来到小雨身边，给他夹了一块最肥美的龙虾肉。小雨啊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阿杰的母亲温和地说，我本来对你有些成见，以为你是那种只看重物质的大陆女孩，但看到你不嫌弃我们家的简朴，还在阿杰爸爸生病时一直陪在身边，我才知道自己错了。我们台湾人有时候就是太爱以貌取人，希望你别见怪。这番话让小雨热泪盈眶，原来自己一直误会阿杰的父母不喜欢自己，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暗中观察，考验他是否真心爱阿杰，而不是看重家庭条件。阿姨，我确实很爱阿杰，不管他家境如何。小雨诚恳地说，我在上海工作时接待过很多台湾游客，慢慢了解到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我欣赏你们注重精神生活和生活品质的态度，这也是我喜欢阿杰的原因之一。阿杰的母亲点点头，眼里闪着欣赏的光芒，你能这么想真好。
其实我们台湾人虽然不像大陆那样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和豪华商场，但我们注重生活品质。阿杰爸爸当年做副县长，收入也不算多，但我们把钱用在孩子教育和家人健康上，不铺张浪费。小雨终于明白，台湾人的节俭和大陆人理解的抠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台湾人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享受，而不是外在的排场和奢华。他们宁愿花大价钱买一把好用的菜刀，也不愿意买一堆华而不实的装饰品；宁愿住在看起来普通但舒适的老房子里，也不追求表面光鲜的豪宅。我终于明白阿杰为什么穿着普通却会花2万台币买一把菜刀了。小雨恍然大悟，这就是台湾人的生活哲学吧。阿杰的母亲笑着点头，对呀，我们追求的是物有所值，而不是外表华丽。就像这桌海鲜，看着奢侈，其实都是当地最新鲜的食材，价格反而比在高级餐厅吃便宜多了。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聪明消费。那次台东之行后，小雨和阿杰的感情更加稳固了。他也开始重新认识台湾，发现这座岛屿远比他想象的更加丰富多彩。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大陆不同，但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低。小雨向我解释，他们注重环保，注重生活品质，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。虽然没有大陆那样的高速发展和宏伟建筑，但人均收入和生活满意度都很高。小雨渐渐理解了阿杰家人的价值观，也让阿杰更加了解大陆的变化和发展。两人共同努力，不断消除彼此家庭的误解和偏见。最难的是说服我父母。小雨说，他们一直担心我嫁到台湾会受委屈，生活不方便。直到我带他们去台东玩了一趟，让他们亲眼看到阿杰家的生活环境和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他们才放下心来。2020年底，小雨和阿杰终于在台东举行了婚礼。婚礼上，两家人虽然在很多习俗上有所不同，但都充满了对新人的祝福。台湾的婚礼比大陆简单多了，没那么多繁文缛节，但特别温馨。小雨回忆道，婚礼上，阿杰的父亲专门用普通话说了一段话，表示欢迎我加入他们家庭。我父亲则学了几句台湾话，现场气氛推向高潮。婚后，小雨和阿杰定居在台东，在靠近海边的地方买了一栋小房子。阿杰继续在大学教书，小雨则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，接待来自大陆的游客，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。刚开始生活确实有很多不适应。小雨坦言，台湾的生活节奏比上海慢多了，购物也没那么方便。但慢慢的，我喜欢上了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。每天看海，吃新鲜的水果和海鲜，跟邻居热情的打招呼，感觉身心都放松了许多。小雨也发现，台湾社会的包容性比他想象的要强。虽然有些人对陆配有偏见，但更多的人愿意敞开心扉，接纳不同背景的人。我的民宿生意越来越好，很多台湾当地人也经常来捧场。小雨骄傲地说，我还在社区大学教大家大陆美食的烹饪课，很受欢迎呢。阿杰的父母也彻底接纳了这个大陆媳妇。阿杰的母亲经常向邻居夸耀小雨的勤劳和聪明。阿杰的父亲则喜欢和小雨讨论大陆的发展变化，听他讲述上海的高楼大厦和繁华街区。我公公告诉我，他年轻时去过上海，那时候还是很落后的。他一直很想再去看看如今的上海，但因为健康原因一直没能成行。小雨说，所以我经常给他看上海的照片和视频，让他感受大陆的变化。结婚1周年的时候，小雨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这个消息让两家人都欣喜若狂。怀孕期间，我婆婆简直把我当成宝贝一样照顾。小雨笑着说，她每天变着花样给我煮营养餐，还特意学了很多大陆的孕妇食谱。公公则每天坚持陪我散步，说是为了让我保持好心情。2022年夏天，小雨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。取名的问题又引发了两家的文化碰撞。阿杰的父母希望按照台湾传统取一个吉利的名字，小雨的父母则希望名字有文化内涵。最后我们折中了，取了个两岸都喜欢的名字，海峡。小雨笑着说，寓意两岸一家亲，也希望孩子能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。现在小雨已经完全融入了台东的生活，他不再觉得台湾落后或节俭，而是欣赏这里的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环境的尊重。
台湾确实没有大陆那么多高楼大厦和豪华商场，但这里的空气清新，食物安全，人们友善，生活节奏轻松。小雨感慨道：我现在才明白，阿杰为什么愿意放弃台北的繁华，回到台东这个看似偏远的地方。因为这里有真正的生活品质，有真正的幸福。听完小雨的故事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两岸婚姻中的误解和偏见，往往来源于对彼此文化和价值观的不了解。大陆人看台湾人节俭，可能会误解为抠门；台湾人看大陆人追求发展，可能会误解为物质。但实际上，这只是不同的生活理念和价值选择。小雨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跨越两岸的爱情需要的不仅是感情的投入，更需要文化的理解和包容。只有真正敞开心扉，才能看到彼此真实的一面，发现那些被偏见和刻板印象掩盖的闪光点。现在的小雨每天在台东的海边小屋里，和阿杰一起抚养着小海峡，经营着自己的民宿，过着他曾经想象不到的幸福生活。那桌让他被骗惨了的海鲜大餐，不仅揭开了他对台湾的诸多误解，也开启了他全新的人生篇章。我以前以为他家很节俭，直到看见那桌海鲜大餐，才知道被骗惨了。小雨常常这样开玩笑地说，但这种被骗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。各位朋友，缘分就是这么奇妙。有时候我们以为看到的就是全部，但生活总会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惊喜。两岸一家亲，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，真诚的爱情和美好的生活从来都不分地域。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